尊敬的 Craig 博士，尊敬的吉米主席，尊敬的 Liz， 以及今天从全国各地赶过来的 BSV 的支持者们，大家下午好。首先，请允许我在现场做一个问卷调查，就是大家觉得在英国彩票的中奖者，就是大奖的中奖者里面名字的出现频率最高的3个人的姓名分别是什么？这个不知道有哪位？好吧，因为这个问题稍微有点难，我就说一下。第1名是马修，第2名是 Adam， 第3名是 Daniel。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们英语老师问我，你们每个人自己取一个英文名字。然后我正好我面前有一份报纸，报纸上正好记载了这个有趣的小故事，我就毫无悬念地选择了马修作为我的英文名。之后呢，现在我也非常遗憾，当初没有 MetaNet， 也没有 BSV， 把我当初访问看到这条新闻的记录给记录下来，所以我无从追踪到那时候的具体时间。所以，下面请正式允许我介绍一下，我就叫马修。我是一个老程序员了，有15年的开发经验，曾经开发过卫星导航、汽车导航以及手机操作系统、财务系统的各种底层。然后在15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大数据项目里面，为了解决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而接触到区块链的技术。在16年初，我们在 BTC 上面开发了一个应用，是把数据放到 BTC 上。但是体验非常糟糕，我们大概花了10分钟才在链上确认到我们上传的数据，而且这个费用也非常高。从那以后，我们就彻底放弃了 BTC。但是在今年7月份，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我有一天体验到了 Money Button。Money Button 体验以后，我非常惊讶于它的转账速度是如此之快，然后成本又是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们团队在马上进行了研究回溯之后，发现 BSV 这一年多来的各种故事，迅速我们决定把我们原来的个人数据银行项目切到 BSV 上面来。好，那什么是个人数据银行？个人数据银行，我们之所以把它起成银行这个名字，很简单，就是要想把数据像钱存在银行一样安全，同时也能享受到利息收入。所以它有2个核心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它是个人数据归个人所有，这是一个产权的问题。第2个要点，个人数据产生的收益应该也归个人所有，这是一个收益权的问题。然后我们个人数据银行选择 BSV， 我觉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因为比特币从创立之初起，它就是比特加 coin。比特刚才吉米主席也讲了，它是数据的概念，而 cash 其实也就是 coin 是一个现金的概念。所以一个作为点对点的电子现金传递系统，它也是一个点对点的数据价值的一个传递系统。然后之所以选择 BSV 的第2个重要原因，它有一些数据隐私模型，以及它的一些数据结构，非常适合把个人的各种数据给串联起来。然后在商业上来讲，我们也非常赞同 KK 讲的，个人数据才是大未来，所有的生意都会是基于数据的生意。然后从哲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给 MetaNet 起名的这个人肯定也非常有智慧。他首先第一有东方文化的背景，第2他也非常懂计算机的技术。因为中国古代有个哲学家老子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这里的 meta 是源的意思，源和道其实它都是事物的本源，都是数据的维度。所以我对 MetaNet， 虽然我不知道 MetaNet 这个名字是谁起的，所以我对他这个创始人起这个名字的人表示一个敬意。然后我具体来讲一下为什么数据交易通过 MetaNet 能够产生巨大的价值。我举一个例子，欧四流有一个苹果，然后 AA 那里有一个梨，然后他们发生了交换，
然后欧司流得到了梨 ，AA 得到了苹果。但是物角度来看的话，1+1等于2，并没有增加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数据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体重75公斤，我们无法判断他的胖瘦。但是如果我再加一个维度，他身高只有1.2米，很显然他就是一个矮冬瓜，是个胖子。但假如他身高有2米，很显然这是一根竹竿一样的，非常瘦这个人。然后如果这个人身高1.75米，体重75公斤，他是一个非常匀称的，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从这点来看，数据加数据就可以推出第3维度的数据。刚才的一个身高加一个体重，就推出了一个他的个胖瘦这样一个数据维度。如果胖瘦数据维度之上，我再给他加一个血压这样一个数据维度，就很有可能推出他的一个健康的程度。所以光4个数据维度、3个数据维度就可能衍生出更多的数据维度，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厉害的事情。所以当未来大家把数据很多的数据的以加密的形式放到 MetaNet 上的时候，数据之间的交互可能产生出一种无穷无尽的价值。好，最后我从法律上解释一下我们数据银行为什么是成立的。欧盟在2016年4月14号通过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了个人数据有被遗忘权和可携带权。被遗忘权就是大家可以要求数据的平台把你的数据删掉，可携带权就是你可以从一个平台把数据移到另外一个平台。中国在2017年的10月1号，民法总则也明确规定了个人数据以及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资产是属于个人的。所以从这些方面，就是我前面从技术以及商业、哲学以及道德的以及法律的角度上面，论证了个人数据银行是成立的，数据价值是属于个人的。那关键是怎么做？我们经过3年的思考和实践，我们觉得数据要最终能够交易，要有3个步骤。首先必须经过数据建设和数据养成的一个阶段，最后才能交易。数据往交易端流动，就形成一个数据流。交易之后再形成一个红利流，也就是把它形成 BSV 返还给个人账户。好，现在谈谈我们具体的实践。所以基于此，我们第一个在底层建立了一个 FastPay Button， 它其实是一个数据的入口。第二，我们用 Paymail 协议作为一个全网唯一的 ID， 确定了一个数据的一个身份。最后，我们做了一个叫个人数据银行。目前大家看到的是 4BSV 这样一个平台，它其实是最终目的是想形成一个数据交易的平台。好 ，FastPay Button 它是我们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支付才是真实数据的一个自然的入口。然后除了入口之外，它也非常方便。它的方便在于用我们 Paymail 的 ID 可以链上唯一性的确认你的数据确权。第三 ，FastPay Button 也会开放给其他应用作为一个登录和支付，让用户从不同的地方把自己的数据汇集过来。最后，我们 FastPay Button 的支付速度目前是非常快的。我们测试下来最快1.2秒，一般在3秒之内都能完成支付。然后 FastPay Button 的成功源于 BSV 的特性与优势。第一 ，BSV 是全球共识；第二，它是大区块，成本非常低，速度非常快；第三，它的安全性毋庸置疑；最后，它也是去中心化支付。去中心化支付在中国显得特别重要。大家想，好多去年跑路的 P2P 公司，以及很多培训机构，以及有很多这种美容院，带着大家的平台资金跑路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资金放在你个人的账户，以一种合约的形式锁定在，每次消费只要划一部分给他，就不会存在平台把大家的所有的资金给卷款跑路的问题。好，后面介绍一下 4BSV。4BSV 我刚才讲了，它是我们一个数据交易的一个平台。它在10月30号刚上线，它有很多创新。我举几个例子。第一，目前 BSV 全网唯一能做到图片和文字一键上传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这中间有很多处理的技巧。第二，用户数据他想公开上传就能公开上传，他想加密用私钥加密上传，
也是通过我们一键能够做到，它可以选择公开上传或者私密上传。最后，它也可以用自己的 Paymail ID 作为自己的2级域名，单独在 BSV 链上有一个数据入口。这都是目前我们for BSV 的一个创新。好，然后又在短短的1个月之间，我们在for BSV 上线了2个数据模块。第一个数据模块是公众号，公众号就像我们的刘律师，像很多有才华的一些作者，他们在上面发表了文章之后，很多人去点赞打赏赚取 BSV。第二个模块是城市，城市目前还没有完全建设完。城市是一个对我们数据银行来讲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数据标签，因为很多人都会在城市里面工作，在城市里面生活，在城市里面消费，大家在城市里面谈恋爱，大家在城市里面，小孩在城市里面出生，最后在城市里面接受教育，所以后面 for BSV 会上线很多跟城市有关的应用，来帮大家积累起自己的个人数据。好，所以刚才讲了个人数据，通过 FPB 就是我们的 Fastpair Baton 作为数据入口，作为 FB 作为数据一个应用平台之后，大家各个维度的数据都会汇集在个人的自己的最终的 DID Bank 个人数据银行的账户里面。好，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张图，这张图呢，我目前统计了一下，就是大家很多人在滴滴上打车。在京东上购物，然后在当当上买书，然后在大麦网去买电影票，但是数据被割裂成一个个的数据孤岛，数据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归属地，数据被这些互联网平台一个个的垄断在他们的手上。那我们个人数据银行怎么做？我们是要把一个个的数据孤岛给连接起来，最终把这些属于散落在互联网上的各个平台上的数据能够汇集到自己个人的账户里面，这才是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最终并把它红利化。好，数据建设，然后我们对数据其实也有很深的理解。数据的话，我们对个人数据做了一个分类，主要是有6大类的数据，一类是基础数据，然后商品数据、消费数据、备忘数据、关系数据。核心是要让数据能够记录你自己，让数据能够记录你身边的人，让数据能够记录一件东西，让数据能够记录一个愿望和最后记一笔账。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做的一些产品原型，后面应该会与大家见面。好，讲完了数据建设，我来讲一下数据养成。数据养成就需要用到很多大数据的技术。我们通过数据净化和数据验证，然后用大数据的数据技术给数据赋予价值。目前就是数据净化的规则其实很简单，就是建立一些算法和模块，对数据进行验证和分级，最后分布式加密存储到 BSV 的链上。然后另外，我们也会跟传统的这种现实世界打通，通过实名认证，对大家的身份信息或者 passport 的信息进行验证之后，再加上活体的验证，把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和我们 BSV 链上的身份做一个关联，这也是一个合规性或者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数据也可以通过外围关系进行校验，最终我们通过数据养成会形成一个新维度的数据，我们叫 DID 信用分。大家可以理解成美国的一个 FICO 分，也可以理解成芝麻信用分。未来如果 DID 信用分越高的人，他可能在出行、在坐高铁、在乘飞机，最后甚至住酒店的时候，直接出示这个 DID 信用分。而这一切都需要你个人授权，外部没有授权，外部就无法访问。好，最后谈谈数据交易。数据交易其实很简单，它需要有很多的应用。第一，我们会给用户创建不同的数据资产包，然后用户呢可以在规定的一些数据银行中进行数据交易，最后得到数据红利。然后数据交易的隐私保护，我们也是借鉴了比特币的一些公司要加密啊这些技术。然后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未来譬如要做的一个广告银行的一个模式。
先让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可口可乐上海数据统计部门工作。有一次呢，他们老板给他派发了一个任务，说你帮我们统计一下上海，目前消费可口可乐的一个人群的一个用户画像。然后呢，他就申请了一笔预算，找了一家中介机构，大家平常看到的像人家摆个摊，然后呢，用户填一张表单，上面只要写上自己的年龄和性别，然后就最后他们统计出来的结果非常令人夸张，大部分就是他的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用户人群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然后我说你这个东西如果放在我们数据银行里面做的话就很简单，第一你不应该像一个新的人去找这样一个数据，你应该像平常就购买过可口可乐的人，把他的平常的交易记录以及另外再提供2个数据维度，就是他的年龄和他的性别给你，然后他们也保持足够的一个匿名性，你也得到了一份非常真实的数据。同时，你把你申请到的预算能够分发给这些提供自己数据的个人，这样在他们拿到红利之后，极大的提高了可口可乐在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形象，提高了这个品牌的一个美誉度。所以未来基于去中心化的广告就应该没有中介，而直接把这部分广告的费用分发给每一个个人。然后刚才我讲的这种去中心化广告模式，第一它是精准，然后成本非常低，第三它是面向用户的，对用户非常友好的一种广告形式。然后它也同时是去中介、去中心，然后低成本，最后得到的数据会非常真实。然后我再讲一下我们另外在规划的一个产品，叫做人才银行。所谓人才银行，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招聘。现在大家找工作，往往是把自己的简历放在511job，或者放在猎聘网上面，然后猎聘网把大家的数据打包，100份简历直接给企业，发给相应的 HR， 然后从企业那里收取一定的年费，拿到很大一笔钱，但这笔钱跟用户没有半点关系。事实上是你的简历被他给卖给了企业。所以通过大数据以及区块链技术，通过点对点的匹配，很容易在企业和用户之间达成一个默契，达成一种共识。很多人可能还没找到工作，光凭自己的优秀的简历，就可能从企业那里拿到了很多，譬如想授权访问、想联系你个人的这样一个红利。通过 BSV 如果发放的话，这将是一个秒到的过程，非常快，非常迅速。好，最后我讲讲我们数据银行的理想，当然是用数据去服务个人，服务好每一个人。大家未来试想这么一种场景：你在我们的人才银行里面找到工作，你在爱情银行里面找到你心仪的一个爱人，然后生下一个宝宝，最后在我们的广告银行里面领到红利，后面在金融理财银行得到相应的收益，然后你们全家去美美的做一个旅游，并且在健康银行里面得到很专业的健康知识的一些推送和一些服务，最终人生走向非常祥和，走向非常幸福的一个人生。所以用数据去服务每一个人，用数据去给大家增加更多的收入，以及用区块链的技术来帮大家实现这一理想，这就是我们个人数据银行想干的事情。好，最后趁这个机会也非常感谢一路上帮助过我们平台的各位用户，以及在 BSV 在中国区推广的像刘烨律师、像 AA 以及像邱少贤、林泽明他们这些先行者们，你们的出色工作才是我们后面在进行 BSV 开发以及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省去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好，再一次谢谢大家，感谢大家。